楞严经云：末法时代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。端午佳节，大家都会在门上挂艾草、插菖蒲，希望能驱邪避讳，保家平安。古时有位老人，年年照着传统做，却发现家里还是不太平。他很困惑，就去请教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。高僧慈悲，告诉他一个末法时代真正能辟邪的道理。此言一出，老人当场恍然大悟，旁人听了大受震惊。初夏时节，城外的西湖畔草木葱茏，细雨过后，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的清香。城中富商陈长者家中正忙着准备端午节的各种仪式，府上下人搬来一捆捆新鲜的艾草，准备悬挂于门窗之上。陈长者站在庭院中央，看着仆人们忙碌的身影，眉头却深深皱起。身为杭州城有名的丝绸商人，他对于传统礼俗向来恭敬守护。每到端午佳节，他家都会比旁人准备得更为充分，不仅门户悬挂艾草，还会特地从南方购来最名贵的菖蒲，按照古老传统布置整个宅院，以求辟邪纳福。然而近月来，府中却屡屡发生怪事，夜间常有奇怪声响，家人时常感到莫名恐惧，连贴身侍从也诉说见到晦暗不明的影子。陈长者请来诸多方士，尝试各种驱邪方法，却始终无效。老爷，艾草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特别挑选了最茂盛的，确保根茎完整。管家礼服恭敬地走到陈长者身旁，轻声汇报。陈长者轻轻点头，按往年惯例，将艾草悬于每个门窗之上。厨房准备的雄黄酒可还妥当？回老爷，一切妥当。今年我们还特地从南方请来了一位能工巧匠，制作了5色丝线编织的辟邪符，据说绝无仅有。陈长者淡淡应了一声，目光却投向远方。可惜这些年来，无论我们如何精心准备，府中还是不太安宁。礼服低声道：老爷，城中有传言，灵隐寺中新来的空明大师，通晓佛法，精研经典，解决了许多世人疑难。不如……陈长者眼中闪过一丝光亮，空明大师确实久闻其名。正是，听说他近日正在寺中讲解佛经，信众络绎不绝。陈长者沉思片刻，做出决定，明日我便前往请教。翌日清晨，陈长者沐浴更衣，备了丰厚贡品，前往灵隐寺求见空明大师。灵隐寺坐落在杭州城外的群山之中，古木参天，鸟鸣悠远，宛如世外桃源。寺门前已有不少前来求法的信众，陈长者耐心等候。不久，传来消息说空明大师正在方丈室接见来访者。待到陈长者得以入内，只见一位面容清瘦的老僧正在窗前诵经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经卷上，氛围祥和宁静。阿弥陀佛，老施主远道而来，有何见教？空明大师放下经卷，目光慈祥地看向陈长者。陈长者恭敬行礼：大师，弟子陈福寿，杭州丝绸商人，有一事不解，特来请教。空明微笑点头，但说无妨。陈长者道明来意：弟子家中世代遵循传统，每逢端午必悬艾草，插菖蒲以辟邪。然近来家宅不宁，屡屡有异象，尝试各种辟邪之法皆无效，不知是何缘故。空明大师轻抚长须：陈施主可知，佛经中有言，一切现象皆有因缘。你且先说说，府中情形从何时起变得不安？陈长者思索道：约莫去年冬至之后，府中开始有异常，起初只是夜间有响动，后来家人渐觉不安，说是见到奇怪影子。空明大师问道：去年冬至前后，府上可有什么变化？或者陈施主自己是否有什么心事？陈长者略显惊讶，大师慧眼如炬：确实，那段时间我与城南的几位商贾合伙开设了新铺子，夜以继日谋划，胸有成竹。怎么，这与家宅不宁有关？空明大师微微一笑：楞严经有云，
一切众生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用诸妄想。施主且听我说个故事。空明大师缓缓道来，唐代有一高官，府中忽现怪异，请来各路方士皆无效。后遇一位禅师，禅师不做法事，只问近日可有心事。高官惊诧，称却有一桩冤案未决。禅师说，心不安，何以安宅？高官领悟，平反冤案后，家宅自安。陈长者若有所思，大师是说，家宅不宁源于我心不宁。空明点头，唯识论言，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，外境不过是内心的投影，若心不净，焉能使外境清净？陈长者追问，那么端午悬艾、插菖蒲等习俗难道全无意义？空明大师沉思片刻，起身走到书架前，取出一卷经书，翻到其中一页。大般涅盘经中有言，善男子，一切诸法悉无定向，善解方便，随顺众生。端午悬艾等习俗自有其意义，但不可执着其相而忘本。陈长者好奇地问，何为其本？空明大师解释道，金刚经云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习俗之本在于提醒人们净化心灵。艾草挺拔向上，象征人之志向；菖蒲形如利剑，表示断除烦恼。端午之日，阴阳交汇，正是反省内心、净化心灵的好时机。陈长者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我往日只重形式，未思其意。空明大师继续道，华严经曰，心如工画石，能画诸世间。若心存烦恼，外境自然不净；若心存清净，外境自然安宁。施主每日奔波商事，可有时间静心修持？陈长者惭愧地摇头，实不相瞒，近年来生意兴隆，我确实日夜忙碌，几无静心之时，每日早起晚归，甚至疏于祭祀先祖。空明大师慈祥地说，佛经言，若欲家宅安宁，先须心安。每日抽时静坐，念诵经文，广行善事，自能转变外在环境。恰在此时，寺院钟声响起，表示午课即将开始。空明大师邀请陈长者一同参加，陈长者欣然同意。他们走出方丈室，穿过幽静的回廊，来到大殿。殿内香烟缭绕，众僧齐声诵经。空明大师入座后，开始讲解《楞严经》，他声音平和而有力。佛经中说，末法时代众生多苦，修行更为艰难。何谓末法？佛法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之分。正法时期，持戒修行者众，正果者多；相法时期，修行渐衰，住相修行增多。末法时代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众生迷失本心，执着外相，难见真理。陈长者听得入神，不觉已是午后。散众后，空明大师将他带到一处清幽的院落，继续他们的谈话。大师，听您讲到末法时代，我心中更加不安。如今是否已入末法？我等凡夫俗子该如何自处？陈长者忧心忡忡地问。空明大师看着远处的山峦，缓缓道，经典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后，正法5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。以此推算，我们却已进入末法时期。然佛法无定法，关键在于人心。若心向道，即使末法也能见正法；若心背道，纵使正法在前，亦视而不见。陈长者思索片刻，又问，那么末法时代的人们还应该继续端午悬艾等传统习俗吗？空明大师微笑道，习俗本为教化之具，不可执着，亦不可全弃，关键在于以何心态看待。若知其本末，则可取其精华。艾草本身并非无益，古人选择艾草是因其性温，气方，却有驱除不洁之功。但记住，艾草只是助缘，主因仍在自心。陈长者似有所悟，就如同我府上即使悬挂了最好的艾草，
燃烧了最珍贵的香料，因我心不宁，所以家宅依然不安。空明大师点头，正是如此。金光明经云：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外在世界不过是内心的投影，要改变外境，须先净化内心。一阵风吹过，院中的竹子沙沙作响，空明大师取出一串念珠，轻轻拨动。陈施主，我看你根基不错，当能领悟佛法深意。你且听我说，末法时代修行有几点尤须注意。陈长者正欲求教，忽听外面一阵喧哗，原来是杭州城中一位著名的富豪带着随从前来拜访。那富豪身着锦衣，腰悬玉佩，一脸傲色地走进院落。大师，久仰大名。富豪拱手施礼，却并不十分恭敬。听闻大师通晓佛法，解人疑难，我府中近来怪事连连，特来请教。空明大师合掌还礼，施主请说。富豪直言不讳，我府上近来夜闻怪响，物品无故移位，仆人实见黑影。我已请遍城中法师，悬挂了最名贵的艾草，燃烧了最珍贵的香料，却无济于事。大师可有良方？空明大师不答，反问：施主平日治家如何？富豪一愣，这与怪事何干？我府上下必严加管教，不敢怠慢。空明又问：施主府邸建造时，可有占用他人土地？富豪神色微变：不过是些荒地，援助些平民，我已给予赔偿，令其迁出。空明第三个问题：施主府中可有不得善终之人？富豪面色大变，半晌不语，随后恼羞成怒：大师何出此言？我特来求教辟邪之法，非听训诫。说罢拂袖而去。陈长者目睹全程，对空明大师更加敬仰。大师慧眼如炬，一眼便看透问题根源。空明大师平静地说：佛经记载，若欲宅安，先须心安。那位施主内心有愧，故家宅不宁，艾草再好，也难抵业力。陈长者悟性极佳，立刻联想到自己的情况。大师，我近年虽未做亏心事，但确实过于追逐利益，有些忽视家人和老仆。此外，为扩建府邸，我确实砍伐了后院古树，为做安抚。空明大师欣慰地点头：陈施主已知一二。地藏经云：菩萨如是慈悲，就拔一切罪苦众生。若能悔过自新，广行善事，自能化解不祥。陈长者声音微颤，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。大师，我府中之事自知当从新做起，但世间邪祟确实存在，末法时代妖邪更甚，我等凡夫如何自保？到底有何事项是我等必须谨记的？空明大师目光如电，片刻凝神，随后缓缓抬起手指：善哉，善哉。空明大师的声音温和而坚定：末法时代辟邪，有4事须当注重。陈长者肃然静听，生怕错过只言片语。空明大师举起一指：其一，正见为本。大般涅盘经云：若人能善修12因缘，是人则能远离二边，不生常见，不生断见。正见了知8圣道分。末法时代邪说纷纭，若无正见，犹如黑夜行路，必入歧途。当依经典而行，不为外道邪说所惑，常见一切不离因果，此为辟邪第一要义。陈长者点头记下。空明大师又举起第2指：其二，戒行清净。楞严经有言：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。持戒非为他人，实为自心。若能严持境界，邪祟自难近身。在家居士至少应持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能持此5戒，则身心清净，邪不可干。陈长者恭敬应诺。空明大师继续道：其三，正念常存。大护明大陀罗尼经中记载，若有4众受持读诵此陀罗尼者，一切诸毒、恶兽、夜叉、罗刹、
毗舍遮等，悉皆远离。正念者，时时刻刻一佛念法，不令心起邪思乱想。心正则气正，气正则邪不可入。每日清晨诵经持咒，如大悲咒、心经等，皆能增强正念。最后，空明大师举起第4指，其4，慈悲济世。大般若经云：菩萨摩诃萨应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行不失波罗蜜多。末法时代众生多苦，若能广行慈悲，救济贫困，敬老爱幼，善待众生，则积德聚福，自然感召护法善神护佑。要知道，最强大的护身符不是外物，而是内心的慈悲与善行。陈长者深受震撼，仿佛有一盏明灯在他心中点亮。大师之言如拨云见日，使弟子茅塞顿开。原来在末法时代，真正的辟邪不在艾草菖蒲，而在于这4事。空明大师点头微笑，正是如此。艾草之于辟邪，如同舟船之于渡河，是工具而非目的。过分执着工具而忘记目的，是末法众生常犯的错误。陈长者思索片刻，又问大师：我还有一疑惑，有些人说某些特定的咒语或法门专门用于辟邪护身，此说是否可信？空明大师解释道：佛法中却有殊胜咒语，如楞严咒、大悲咒等，皆有不可思议功德。然切记一点，咒语力量来自于三宝加持与自身正念，若心不正，纵有神咒亦难奏效。心经云：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若能通达此意，则自然辟邪。陈长者若有所思，原来一切外境皆因内心所现。空明大师继续开示：末法时代修行，尤要注意避免3种错误：一是邪师依附。经中言：末法时代，魔说佛法，如恒河沙。有人假借佛门名义，实则传播外道邪说，当谨慎分辨。二是执着神意，有人沉迷于追求神通感应，忘失修行根本。三是懈怠放逸，有人知道了正法却不肯精进，空谈理论而不修行。陈长者请教弟子应如何避免这些错误？空明大师答道：依经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智不依时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常以这4依为准则，自能避免误入歧途。此时院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一位年轻僧人匆匆进入：师父，城东李家出事了，说是家中闹鬼，请师父前去超度。空明大师沉思片刻：可知详情？年轻僧人答道：据说是昨夜忽现异象，全家惊恐，今晨便派人来请，已有多位法师前去，皆无效果。空明大师转向陈长者：陈施主若有兴趣，不妨同去一观，或可印证今日所谈。陈长者欣然应允，随空明大师一同前往城东。李家是城中殷实之家，宅院宽敞。当他们到达时，院中已聚集了不少人，有几位道士正在做法，烧纸念咒。李家主人见空明大师到来，立即上前迎接：大师慈悲，我家昨夜忽见怪影。家人惊吓不已，今晨又发现厨房物品散乱，像是有人故意为之，已请多位法师，皆无效果。空明大师环视四周，目光最后落在院角一间低矮的屋子上，那是何处？李家主人答道：是老仆住的地方，他已年迈，不能干重活，只在家看门。空明大师走向那间屋子，陈长者紧随其后。屋内昏暗简陋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坐在角落，见有人进来，似乎有些惊慌。空明大师慈祥地问道：老人家，你在此住了多久？老人颤声回答：回大师的话，老朽在李家做工50余年，从年轻时就来了。空明大师又问：近日可有什么心事？老人犹豫片刻，低声道：老爷最近要翻修祠堂，打算拆了这间屋子，可我已无处可去。空明大师转向李家主人：事情缘由不言自明，老人在此居住半生，
对此地有深厚感情，你欲拆其住所而不为安置，他心中不安，故有异象显现。李家主人恍然大悟，大师明察秋毫，老仆为我家辛劳一生，我却未能善待其晚年，实在惭愧，我即刻安排妥善住处，并加以照顾。空明大师点头，如此甚好。地藏经云，若能回向礼敬，乃至饮食衣服，一切供养所需，其人功德百返升天，永离恶趣。善待老人，不仅消灾，更积福德。李家主人深深叩谢，诚邀空明大师留下做法事，被婉拒。空明大师道：事已明了，无需法事，你只需善待老人，家宅自安。艾草菖蒲虽好，不如一颗慈悲心。离开李家，陈长者感慨万千，大师一语道破天机，无需做法便解决问题。想必我家情况也是如此，表面是怪事，实则是内心不安的投射。空明大师微笑道：陈施主悟性甚佳，回想你前面所说，府上怪事始于冬至后，正是你开设新铺子，心神不宁之时，加之对老仆和古树有所亏欠，自然感召不安。陈长者决心道：我回去后定当先调整心态，善待家人和老仆，为砍伐的古树补种新树，每日诵经静坐，广行善事。空明大师欣慰地说：善哉，我再告诉你一个末法时代辟邪的重要法门，感恩布施。法华经言，若人散乱心，入于塔庙中，亦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哪怕是短暂的感恩，哪怕是微小的布施，都能积累福德，转变因缘。陈长者好奇地问：家中供佛上香，是否有助于辟邪？空明大师答道：供佛礼拜，功德无量，然须明了其意。礼拜不仅是形式上的跪拜，更是内心的恭敬。上香不仅是燃香供佛，更是以戒定慧熏修自心。若能心存恭敬，如法供养，则却能消灾解厄。陈长者又问：大师曾言，有些形式可能适得其反，不知何意？空明大师解释道：有些人迷信形式，认为越是稀奇古怪的方法越灵验，甚至不惜杀生祭祀，或行邪术咒诅他人，此乃大错。涅盘经云：众生杀生，为命，为财，如是因缘，轮转三界，以恶行求福，犹如逆水行舟，徒增业障。回到寺院时，夕阳已西斜。空明大师邀请陈长者在禅院小住一晚，体验寺院生活。夜晚，陈长者参加了晚课，随后在简朴的禅房中独坐思索。他回想今日所学，不由感叹佛法的深奥与智慧。次日清晨，陈长者向空明大师告别前，恭敬地请教最后一个问题：大师，弟子是在家居士，每日忙于商贾之事，难以像出家人那样精进修行，有何便捷法门可资修习？空明大师慈祥地说：在家修行，可持诵佛号。阿弥陀经云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直持名号，若1日，若2日，至若7日，一心不乱。持诵佛号简单易行，却能得大利益。尤其末法时代，此法门最为契机。临别之际，空明大师赠给陈长者一串念珠，此珠虽无神异之力，却可提醒你修行之心。每日持念佛号，观想光明，自能辟邪纳福。陈长者接过念珠，恭敬合掌致谢，走出禅院。山路蜿蜒，清晨雾气尚未散尽，林间鸟鸣清脆。此刻他的心比来时沉静了许多。回到府中，陈长者第一件事便是召集家人与仆人，于祠堂前设香案，向列祖列宗诚心致祭。面对祖先画像，他躬身长拜，默念忏悔，发誓日后必以仁德持家，善待一切仰赖他的人。随后他唤来后院那位年迈老仆，亲自搀扶着他走到主屋客厅，郑重宣布：从今日起，
便将后院空置屋舍修缮整洁，专供李伯安养。此生你为我陈家所做，皆铭心刻骨，绝不辜负老仆泪眼模糊，跪地叩谢不止，旁人看了也皆动容。接着，陈长者命人在宅后空地种植数株新树，其中包括一棵枝叶青翠的老艾树，那是空明大师离别时亲手所赠，嘱他以此为镜，不忘本心。府中一连数日，陈长者每日黎明即起，于佛堂持咒诵经，黄昏之后便绕宅念佛3圈。仆从家眷若愿同修，皆不强迫，却渐渐有人自发参与。家中氛围悄然生变，先前的阴霾不知不觉散去，夜间诡异声响也不再出现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自他真心悔改行善之后，原本停滞的丝绸买卖竟重新活络，南来北往的客商纷纷重启订单。有人调侃说陈家的风水终于转了，可他心中明白，这不是地理改变，而是心念归正的果报。某日午后，陈长者正在院中静坐，忽有书童来报：老爷，门外有人求见，自称是空明大师座下弟子，说奉师命送来异物。他匆匆出迎，只见一位年纪不过20上下的清净沙弥，手中捧着一封手书与一方素色锦囊，信中寥寥几句，却意味深长。陈施主，人心正，则邪不侵，行不离神，法不离心。所赠锦囊中有一计，非护身符，乃护心法。静时默念，扰时关照，可令心不动，志不摇。末法之中，愿你做明灯一盏，照己亦照人。空明谨记。陈长者打开锦囊，见内藏一张小纸，纸上仅写8句偈言：心定魔自退，意静鬼难侵。行直风常顺，语成祸不临。处事多慈意，待人少嗔心。若修无相法，处处见观音。他反复念诵，顿觉心神清明。自此之后，陈长者虽仍从商，却不再沉迷名利。他在杭州设立一塾，资助贫寒子弟读书。每月初1、15，府中施粥布衣，供百姓暖身饱腹。人称丝绸尘，心如佛，声名远播。年终将至，他再次登门领引，欲再拜空明大师，却得知大师已入深山闭关，不见世人。陈长者站于寺前，久久不语，只在心中默念一声：愿世人皆得闻此法，愿我亦不忘初心。山风徐来，艾树轻摇，寺在低语，心安处便是净土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